这个男人便是横扫韩国黑帮的张千蛋，中国朝鲜族人，曾是哈尔滨黑帮的一个头目，后因被通缉偷渡到了韩国，从而掀起了一场震惊全韩的血雨腥风。初来乍到的三人组以放高利贷为生。这天，他们正在教训一个不还钱的小卡拉，将其残忍的折磨一番后，原本3000万韩元的欠款也被涨到了2亿。小卡拉被迫叫来自己的老板毒蛇帮老大丧彪。丧彪看着不成人形的小弟，再看看眼前的三人组，丝毫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，一会儿吐口水，一会儿拍脑壳。然而他面前的可是人狠话不多的张千蛋。 너 누군데? 어? 말해야지 얼른 같은 새끼야! 就这样，丧彪还没搞清楚状况，便当场领了盒饭。后面的小弟早就被残暴的三人吓得瑟瑟发抖。张千蛋上前直接结果了那个欠钱的小卡拉，而毒蛇帮的小弟们却没一个敢动的。俗话说人死账消，可在张千蛋这里明显行不通。他盯上了毒蛇帮的二当家文哥，不仅将2亿欠款算在他头上，还挟持他接管了整个毒蛇帮，甚至连文哥那婀娜多姿的妻子也没逃脱他的魔爪。当晚，三人来到一家 KTV 嗨皮，没一会儿就有一个公主被打了出来。领班气势汹汹的来到包房，结果就看到那2个小弟最原始狂野的一面。领班急忙赶走了2个公主，可谁曾想正亢奋的小千蛋直接把他给按在了身下。 一旁的经理上来将其掀翻，嘴上还骂着哪来的臭乞丐。见小千蛋不服气，直接又给他开了个瓢。小千蛋拿上烟灰缸要收拾他，却被张千蛋制止，说初来乍到尽量低调点。然后走到经理跟前，说2个兄弟喝多了，他们马上就走，还十分给面的自提了一杯。哪曾想经理从口音听出他们是中国人。지랄을 하고 자빠졌네 씨발놈들. 하나 개새끼들. 족같은 새끼가 간지반 야 이 열반한 새끼야. 就这样，经理被卸了一只手。第2天，警察赶到现场，从领班那里了解了昨晚的经过。刑警马哥知道被砍掉手的经理是 KTV 黄老板的弟弟，便叮嘱他不要多事，一切交给警方处理。可黄老板明显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。예 형님. 警方通过监控锁定了张千蛋三人组，可人还没找到，就在附近的一个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包碎尸。通过纹身判断出死者正是毒蛇帮的丧彪。对附近进行搜索后，又在垃圾车里发现了那个欠钱小卡拉的碎尸。马哥意识到这是来了一批相当残暴的狠人，必须尽快抓住他们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然而此时的张千蛋三人组又开始惹事，他们侵吞了毒蛇帮的地盘后还不满足，又开始在秃帅帮的场子里闹事。小千蛋故意挑事砸坏了一台老虎机，没多久秃帅便带着一众手下赶到，看到文哥后怒斥他们不知死活，可文哥却骂他就是个蠢蛋，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果然进去后就见到了等候多时的张千蛋。秃帅虽然不知道毒蛇帮怎么换了老大，但依旧嚣张的警告他赶紧滚蛋。哪料张千蛋张口就要接管他的游戏厅，秃帅刚要发飙，可下一秒小弟们就被屁滚尿流的打了进来。眼见如此，秃帅只得将游戏厅拱手相让。接下来张千蛋等人就开始在附近扩张势力范围，胡乱的收取保护费，不听话的直接请吃火鸡大餐。当晚三人组来到一家餐馆吃饭，结果刚巧撞见了马哥等人。张千蛋发现异常，借口去卫生间溜进后厨，马哥直接让一个手下跟了进去，并安排其他人守好出口。结果就听到后厨一阵惨叫，手下被烫伤倒地。张千蛋拿着个油锅冲了出来，餐馆里立马乱作一团。遗憾的是，马哥只顾着查看手下伤势，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三人组给跑掉了。张千蛋知道他们已经被警方盯上，特意吩咐2个手下最近低调点，可偏偏秃帅帮又砸了他们的游戏厅。气不过的小千蛋当时就要去找秃帅算账，殊不知秃帅早就等候多时了。잘 지냈니? 秃帅帮老大为了报仇，将张千蛋的2个手下堵在了巷子里。就在双方要动手的时候，当地最后的男人神马东西及时赶到。身为刑警的马哥深知两派的恩怨，3言2语打发走了秃帅等人。因为眼前的2人涉嫌重大杀人案件，必须由警方带走。哪料小千蛋还想和马哥 battle 一下，结果没几下就被勒晕了过去。遗憾的是，另一个手下逃掉了，马哥只好连夜审讯小千蛋。起初小千蛋还很嚣张，嚷嚷着要找律师，殊不知他面对的是让整个韩国黑帮都闻风丧胆的马哥。 이게 우리 전 변호사라고 인사해. 야 이 멧돼지 같은 새끼야! 너도 죽였을까? 가만 좀 있어 좀. 然而马哥还是低估了这个小千蛋，他宁愿咬舌自尽，也不肯交代张千蛋的下落。无奈老马只好另寻他法。而另一边的张千蛋得知手下被抓后，立马就做出了反击。这天秃帅正在给母亲过大寿，忽然一个戴着口罩的男子出现，他拿着灭火器对周围一顿猛呲，现场烟雾环绕，人员四处逃窜。张千蛋手持短斧出现，一斧一个卡拉姆，最后和秃帅战作一团。不愧是东北最残暴的男人，几招下来便将秃帅骑在了胯下，然后狠狠地将匕首刺进了他的胸口。 내가 신고하지 말랬지. 너 내 누군지 아니?
얼핏 작전이야 이 개새끼야! 该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，上级责令马哥等人2周内抓住张千蛋，否则就卷铺盖走人。就在他们为此而烦恼之时，张千蛋又接了一个大活，某开发商老板的工地被 KTV 的黄老板骚扰，无法进行施工，愿以5亿韩元的价格委托张千蛋去干掉黄老板。可一项目中无人的张千蛋张口就要10个亿。就在几人进行商议之时，一伙黑衣人忽然出现，将张千蛋等人围在了餐馆里。张千蛋跳窗而逃，最后的那个手下也身负重伤。就在张千蛋为此气愤之时，一旁的文哥忽然偷袭。原来不久前黄老板的手下找到文哥，质问张千蛋3人组是不是毒蛇帮派去闹事的。文哥将张千蛋杀了丧彪的事情告诉他，其实他一直对张千蛋霸占他老婆的事耿耿于怀，当时就表示要和黄老板合作，一起干掉张千蛋。可那帮人办事不靠谱，眼看张千蛋已经开始怀疑自己，他不得不亲自出手，可他哪是穷凶极恶之人的对手，直接被当街弄死在了车里。马哥听说了此事后，立马跑到 KTV 去找黄老板，哪料被一个不长眼的壮汉拦住，仗着一身肥膘对他吆五喝六。就是说嘛，连张千蛋都搞不定，还敢对马哥指手画脚。此时的黄老板还在摇人，马哥进来直接扔给他一件防割衣，警告他不是张千蛋的对手，再瞎搞迟早小命不保。而躲过一劫的张千蛋竟然认为文哥的妻子也骗了他，对他大打出手。最后得知是黄老板来找过文哥，看来不论是为了钱还是为了仇，他都必须要除掉黄老板。可还没动手呢，小千蛋却回来了。小千蛋说是被移交给中国警方遣返的时候，遇到了2个腐败警察。张千蛋当时就怀疑他是叛变了，要不然就是中了警方的奸计。可当小千蛋拿出1包面粉后，他就有所犹豫了，因为他先前也听说过有部分国内警察会把缴获的面粉再卖到韩国来，于是就选择相信小千蛋。当时就让他联系了对方，殊不知正中了马哥的下怀。喂，你好。双方约定好在 KTV 进行交易后，马哥就开始准备起来，事先布置了大量的警力。当晚，张千蛋就带着一大票人马，浩浩荡荡的前去交易。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以为是哪家小瘪犊子又要倒大霉了。不过这也难怪，如此大张旗鼓的去做面粉交易，也只有我蛋哥能干得出来。很快，一行人就来到了 KTV 附近，马哥这边也收到了信号，而2个假扮成中国警察的卧底，紧张的是直冒汗。很快，小千蛋就带着一行人进入了包房。正当俩卧底一脸纳闷时，马哥带队冲了进来，分分钟控制了所有人。可仔细观察了一番后，却发现张千蛋并不在这里。殊不知，此时的张千蛋是去找黄老板了。原来他还是不太信任那场交易，让小千蛋去交易的同时，自己则来找黄老板报仇，同时也为了赚取那名开发商的10亿韩元。可黄老板也是贼精，看到来人是张千蛋之后，立马从后门逃走。那蛋哥自然不会轻易放弃，一路追到警局门口也要杀了他。可这小子竟然穿了防割衣。无奈他只好徒手掐死他，可这无疑需要点时间，偏偏还被一个小警员发现。张千蛋只好先行撤退。另一边，老马正为去哪里找张千蛋而发愁，却接到了小警员的电话。原来他跟踪张千蛋来到了一处垃圾处理站，马哥得知情况后立马驾车赶去。可此时张千蛋已经准备跑路，小警员壮着胆子出面阻拦。就在汽车要撞上他的时候，马哥及时出现，可因车门被卡住，眼睁睁看着張千蛋跑掉，只抓住了那名手下。可知麻绿豆大的韩国用脚丫子想张千蛋也会出国跑路，果然马哥在机场的厕所里堵住了他。휴지를 이렇게 많이 쓰면 어떡하냐. 세금도 안 내는 새끼가. 문자야? 아직 싱글이야. 得知马哥是一个人来的之后，蛋哥也想领略一下一拳超人的实力，结果就这样叱咤风云的哈尔滨蛋哥终于伏法，当地也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片区里，竟然藏着马哥这样一个勇猛的警察，附近的居民还真是3生有幸。